整个 polymer 这个塑料的industry 呢，我们 rotational molding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个 industry，一个 very niche 的 market。所以很多时候人家问我们，其实我们的 end product 是什么？我很多时候很喜欢跟他们说，我们是卖白粉的。所以我今天也是有带几个这种东西，所以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是 for the products that 你刚刚说的，像那种 cooler boxes，or playground equipment，because 你看这些颜色就是一个很 very colorful pop up 的那种颜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顾客用我们的原料煮出来的东西。Malaysia 我们不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的 focus 还是只是不要在国外。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会比较注重的顾客是那种会 appreciate 那个 good quality 的 material，that is。我们 formulate 给他们，according to 他们的需求，所以就变得很像一个白粉这样。他们一试了一次，对吗？他们就不想换了，他们就不想换。喂，你在讲白粉的话，我这个就要被 flat 了，我这个 video 没有来开玩笑而已。你好，欢迎收看 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你好，我是伟健，这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今天呢，我们要拷问的呢是 Polymer Link Holdings Berhad。那 Polymer Link 呢，它是一家专注于高性能塑料粉末制造的企业。听起来很复杂，有没有？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它制造的这个塑料粉末呢，会卖给厂商，制造各种日常生活，你我日常生活我们都看到的一些塑料用品，像是蓄水箱啊，或者是一些如果你有旅行的话，你一定会看过，就是游乐场滑梯，这个也是他们有份制作的哦。然后过后汽车零部件等等的。那他们呢，在去年11月25号呢，上市了马股创业板，当时呢就获得了48.7倍的超额认购，反应相当热烈啊！可是上市之后呢，股价就一路向下滑了，从25仙的发售价跌到如今的14仙。那面对股价下跌、战争导致原材料价格攀升等等的问题，这家公司的抗压能力到底有多强呢？事不宜迟，马上请出公司的执行董事 Edward Cole 许达伟来为我们一一解答。Edward 你好。嗨，你好，Joel。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回到来 BFM。之前你是接受我们英文台Philip 的 Breakfast Grill 的那个访谈，对不对？好，这次轮到我们来拷问你了。好 ，Edward， 其实呢，我们先开始，我们先 take it easy 先。我想要多了解你的业务，因为说到你们的公司，因为很多人觉得很 technical， 什么塑料粉末到底是做些什么的？虽然上市了，可是很多人还是对你们十分陌生，所以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in layman terms， 你们到底主要是做些什么的？OK， 我们最主要呢，我们是跟suppliers like 那个 Petronas、Titan， 还是那个在泰国那边有一个 BTT， 我们刚刚买的原料是 resin foam， 是那种没有原色 natural grade 的塑料，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呢，在公司里面呢，就会组成跟颜色加工进去，还有各种各样的 additive performance enhancing additive into 那个 material before 我们磨成粉。所以很多时候人家问我们，其实我们的 end product 是什么？我们自己本公司的 end product 是什么？我很多时候很喜欢跟他们说，我们是卖白粉的。所以我今天也是有带几个这种东西，所以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是 for the products that 你刚刚说的，像那种 cooler boxes，or playground equipment，because 你看这些颜色就是一个很 very colorful pop up 的那种颜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顾客用我们的原料煮出来的东西，香槟或者那种游乐的滑梯那些东西。对，这个 industry 呢是叫 rotational molding。市场上比较多人听过的是那种 injection molding、blow molding、flame blowing。就是 injection molding 是做那种 electronic parts 小样的东西啊，还是那种比较精细的操作的那些，对，比较小型的东西。whereas 我们顾客做的 rotational molding 呢，都是比较多是大型。而且是 hollow， 就是很空心的里面。好，对，滚塑了，就是滚塑。对，而且他们这种的市场呢，他们很需要一个很好的材料，才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的end product。whereas injection molding， 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一个很高技的，而且很高成本的一个机器来组成一个那个什么 end product。OK， 所以相比之下，你们跟这个 injection molding， 你们的会比较低成本一点的，对不对？我们的顾客的那个
会比较低成本。OK， 对于我们的顾客，可能你们这里没有影响到，你们还是该做的还是要做。对对。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一个做这一种滚塑的这种塑料粉末这一些需求到底有多高呢？其实我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有用 plastic products， 对不对？对，需求很高，是不是？ So in this industry 啦，整个 polymer 这个塑料的industry 呢，我们 rotational molding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个 industry，一个 very niche 的 market。是，对，所以说呢，在用途方面呢，在那种 industrial standard 是比较低一点。不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会很 focus 在这个 industry， 而且我们在这个 industry 也有大概30年的历史。Apart from 那个我们的这个本公司的10年的历史。OK， 说到这个历史，我想要多了解一下，因为其实那么 niche 的 market 应该很多人就想没有想到会做这个。其实当时你们是怎么开始的呢？是有发觉到这个市场上是有什么缺口是要填补的吗？是怎么 start up 的呢？这个 business。 OK，so being 一个很 niche 的一个 industry 对吗？我们之前呢是在跟这个美国公司打过工。So 因为 in the sense of 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美国公司对吗？这个部门呢是一个很小的部门，在他们的那个entire 的 business strategy 整个 group 里面，对，整个 group 是最小的，对 okay， 对。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 niche market 的 industry 呢，这种的 department 就会被多多少少的忽略掉。OK， So after almost 在20年里面呢过后，我们就跑出来自己开始这个公司 ，and 我们 partner with a few two other 多两个这个 party。So 我们觉得我们要带进来的就是呢一个比较贴近顾客的 strategy，跟一个比较 focus 的 industry，to give 我们的顾客这个他们的要求。那我现在想要问问看这个股价。就是从25仙的发售价，现在我看一下现在最新的这个价格，14仙，所以下跌到那么厉害，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呢？我相信是很多的影响力啦 ，as 你知道那个美国跟在那个 Middle East 那边在打仗那些这种东西都会多多少少的影响这种 market 的 sentiment 啦。可是你们的股价是从 IPO 之后就一直往下跌了。对 ，so 我们有看那个 market， 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了解，不是只是我们一家啦，因为最近也是太多 IPO 了。最主要呢，我们自己本公司呢，我们也是有跟我们的几个那种 institutional investor 跟他们了解，跟他们谈天，他们也是跟我们说，不用太担心，注重在你们的生意 ，focus on 你们的 business，continue to 一直给很好的成绩给你们的 investor， 他们会 come to appreciate 我们的公司。OK，好，所以就继续 do your thing 这个时候 in a sense focus on your business，所以股价这些你们也不会太过去关注啦，是不是这一些？会尽量在get more feedback from the community，and 我们就再多多学习啦。好，这方面对。那其实你刚刚也说，就是这一行业就是很 niche 的嘛，是不是？player 也不是很多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在其他国家应该会有更大的。其实你们在国外的话，不要说在马来西亚的公司，你们的竞争对手，在国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哪一家公司？然后是在哪一个国家的呢？是中国吗？Definitely not 中国，因为在我们的市场上呢 ，again because 是一个很少见的东西，所以中国那边的自己的像做跟我们一样的这种类型的工厂呢，他们自己在中国也不够用啊，不够什么 so far 我们还没有见到他们在outside of China。OK，but in a sense 在这个 rotational molding 呢，在Europe 也是有几家我们的那个比较常见的一个 competitor。我们的 focus 呢会比较多在这个 region，especially 在 Australia 那一边。所以在这个短短的3年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它的 percentage revenue，它从一个5%一个 single digit 跳到今天差不多一个25%多。不过虽然跳了一个25%呢，我们在 Australia 自己本身呢，其实占那边的 industry 不到6 to 8% 罢了。So
扩展的方面在 Australia 太多了，还有很多的这个上行空间了，是不是？对，好，不过Australia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再谈。那我想问一下，其实你们也说你们有竞争对手嘛，在国外的，对不对？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生产出来的，你也说哇很 addictive 哦，就是用过了就不能就是一定要回头了，我不会再去找别的了。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 X factor 是什么呢？你们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OK， 最主要呢，我们的 strategy 呢，就是贴近顾客，就是比 in their backyard， 就是在他们的做他们的 neighbor 这样的意思。OK， 那个是 number one， 因为最主要 supply 一定要一时都有。then 第二呢，我们跟我们的顾客的cooperation 是很强烈的。我们的 R&D team 在 Malaysia is one of 一个比较 comprehensive 的，我们很多那些，我们 invest very heavily 在我们的 R&D equipment as well，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市场上呢，我们的顾客很多时候需要做很多 testing，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跑去other outside the laboratory， 很像 Serum 那种，还是那种 testing laboratory to get 一个 result。whereas 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 in house， 所以我们的 turnaround time 会比较快。他们要一个东西，我们很快的可以让他们知道，所以这个是让顾客很吸引我们的这个 service OK 的一类。所以你们就好像跟顾客好像一起合作，然后过后 formulate R&D 合适他们的这个材料了， 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这种 formulating cost， 因为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像你跟 A 客户一起去 formulate 的这个formula，它 maybe only can apply to client A，but can it apply to other client as well？ 用在别的 client 身上，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很浪费了啊，你只能用在一个客户身上。我们的这个 cost in the sense 在 coming out 有一个 new formulation 其实不是很高的。OK， 而且这个 cost 都是一个 gentleman agreement between 我们跟我们的顾客 to bear it together 啦，一起承担这个不是你们全权承担。对 OK， 好，这样子我就以为你们做老好人，哇，全部我们做到完，然后我就只能帮你做，然后过后这个 formula 又不能用在别人身上。这样子听起来就比较好一点。那我接下来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取的这个原材料就是 resin 嘛，是不是？它是树脂，其实很大程度呢，它是要看这个原油价格的浮动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唯一现在能知道就是油价很高，能源价格很高。所以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其他的做航空业的，他们就说即便在未来它就是停战了、停火了。可是它造成了这个连锁 chain reaction 有可能会持续好一段时间。对你们来说会持续几久呢？这个 chain reaction OK，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 is not a 第一次发生过的事情啦，我觉得啦，因为我们在这个10年里面，我们都已经经过了这个 COVID， 它也是造成一个那种 supply issue that also like 你说的一个 disruption that cause supply chain to ripple to all this other 这个industry。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呢，我们还能接受，我们的顾客也能接受，因为最主要呢，像你所说的，我们这个原料呢是带读这个 market index crude oil pricing， 所以我们的顾客也是看得到的，所以他们也是很相当的了解这个上下的价格。所以我们一般上呢，跟 majority of 我们的顾客呢，我们都是会forecast 他下一个月需要多少。OK， 我用这个 quantity 去跟我的 supplier negotiate 一个价格，然后我就会给这个价格给我们的顾客，看他们签了一个 purchase order 过后，他们需要用到完全才我们可以去到下一个价格。所以你们不会好像 make a bulk purchase 这样子，不会这样子的啦，比较少 according to 他们的需求，你们才下单。The majority of 我们的顾客，我们是这样的arrangement。对。So in terms of 我们不会被这种价格上下被影响太多，而且我们的顾客那一边的 profit margin 还能 absorb 这些的上下。因为目前那个材料起，所以你们的 ASP 也会起了，对不对？对。OK， 顾客那边都是 OK 的。对，他们都很能接受，因为他们也是看得到啦。好，成本提升了多少呢？我想问一下。成本，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全部都起价嘛，你们目前的那个 costing 有起了 roughly 多少 percent 呢？蛮 significant 的。I mean so far， 如果你看那个 crude oil 那边也是跳了一个 maybe per kg 一个50 cents 美金，per kg。So 我们的顾客的那个
reaction 就是可能他们会比较小心的 purchase， then 也会让我们知道 in advance 他们要的比较exact 的 quantity 啦。或许他们的 buffer stock 会比较收少一点，是一个很小心的方面来走，很小心的操作。Yeah, a very cautious approach, and which is 很好的东西，因为在这种 uncertainty 这种明天会停，明天不会停的那种 We never know we never know so 插口等全部东西stable 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 progress But for majority of 我们的顾客，他们都是还是蛮很 steady 的 requirement. But right now 你们 safe to say 你们的 margin 是没有受到任何的 compression， 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是 cost plus model。So any increase 我们直接 pass on 给我们的顾客的。好，对，好，那么 Edward 接下来我想要了解一下，其实原材你也说现在你们买的那个原材料价格变贵了嘛？就买的原材料价格变贵，也就代表你们要给更多的现金来去垫付这一些原材料，所以这种情况有会影响到你们 cash flow 吗？因为你们 cash flow 可以看到你们短期借贷是高达2110万令吉了，所以会对你们的 cash flow 造成一定的压力吗？这个战争的这个情况。in terms of 我们的那个 trading facility 呢，其实大部分来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工厂在巴生那边。我们在这2年里面就买了一个地，然后也起了2个工厂，一个是那个 main factory manufacturing 的，一个是我们的 warehouse。So bulk of it is from there。我们刚刚去年11月25号上市，那个时候我们也筹募了一个 24.3 million 的一个 IPO proceeds。So 在 cash flow 方面，我们目前还是相当的 healthy， 因为我们的顾客呢，我们的 supplier 呢，也有给我们的一些的 terms before when 他们卖那个原料给我们。对对。好，接下来我还是要聊这个现金流啦，因为也是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嘛。我看到 annual report 里面呢，在2025年的 annual report， 你们的那个operating cash flow 呢，从860万跌到去770万，如果来到最新Q1， 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 operating cash flow 从去年同期的593万暴跌到只有165万。如果我看到你们的数据了，你们的这个 receivable turnover days， 这几年呢都是有一直在加长。是不是？然后过后更夸张的就是你们2978万的这个应收账款里面 receivables 里面呢，有1208万是处于due 的 past due 的。然后过后呢，956万的欠款呢是来自你们的 common shareholder 共同股东的一个关联公司。最大的客户也是你们最大的股东。其实你们是不是有 try to 来 extend 这个 receivable turnover 的这个 period？来留住你们的客户呢？ 因为现在我们在相当的 aggressive 在扩展我们的 Australia 的 operations 跟那边的顾客，所以在这个短时间内呢 ，yes， 我们的 receivable 会一直在增长一点点。不过这个 after 那个 turnaround period is over， 一般上我们给我们的顾客是大概从30天到一个65天的 credit term。不过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从我们的 supplier 给我们那个原料，我们生产过后，我们从马来西亚运到 Australia 那边都要有一个月半的时间了。From Malaysia port 到 Australia port 自己本身都差不多要一个3-4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这些都会 in the beginning eat up 我们的这个 cash flow。而且我们也是在 build 这个 inventory 在我们最新开的这个 Brisbane 的 warehouse， 所以这些在短期里面呢是相当会影响的。不过 once 这个是一个 one off thing， after that everything was normalized and 就会再提下来一点了。OK，所以起寮仓库这一些应该会 improvement 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不对？这种 cash flow 的问题。对 ，and in terms of 我们的 existing 顾客呢，他们跟我们也是很多年的，也是相当的 stable， 所以那边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够力，因为那边我们的对他们的 forecast 会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可以准备的比较好。只是我们在开发新的市场，在很 aggressive 的推一个国家呢，这个事情会多多少少会发生。说到这个客户，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太过 rely on 你们的单一客户，你们最大的市场是菲律宾嘛？是不是？那个也是你们的 largest client， 对不对？对。合作了几久啊？这个 client？
from day one 我们10年以前开始他就跟我们在一起了。 OK， 对， so nothing to be worried about 这个问题。他们是一个很相当 stable 的一个顾客，而且他们的 end customer 呢，因为他们其实只是一个 OEM manufacturer， 他们是在 serve 一个美国的牌子叫 Yeti， 他们是做一个冰箱 cooler box， 对，一个 cooler box。所以你在市场上你可以看到那个 cooler box 呢，可能这种的 size 呢，他们卖一个50块美金，不过我们的这个顾客呢，卖700美金。So it's like the LV and Hermes of cooler boxes. OK， 对对，是相当一个 premium 的 product。对 So-，Yeti 其实蛮贵一下的，它的东西，它的 products，是还有出水罐那些。来对对，OK。So 我们的 target 就是这种顾客，他们注重在 quality， 注重在 performance。好，你说你们不是那一种好像比较低端一点的，你们是中高端一点的，你们cater to 的那个客户，他们的那个。 There is those， 那也是有这些 commodity 的顾客的，我们可以 approach。不过目前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在那种比较 high quality 的顾客。好，明白。我们看到这一次 latest quarter 你们的那个 Australia 的这个 region side 这一 part 呢，它是那个 revenue growth 40%。对 But 40% 是由一个 key customer 去 drive 这个 growth 的，因为他这一次 bring in around 3 million， 对不对？Is it something we should be worried about？ 因为你们 expand 那么多，在砸那么多钱在 expansion on Australian markets， 可是到头来靠一个 very dependent on one key customer to boost the revenue。这个是在头你们看得到的东西啦，就相当像我们之前开过这个印度的国家跟 Australia 的国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最主要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带给一个新的国家呢，我们要 supply from Malaysia 先，我们要 make sure that it's a stable 一个 anchor customer， OK， 来 make sure that all the cost is covered，so that 我们可以再从那一边再跳去更多的顾客。So it's the same scenario that 我们有在印度那边开的，跟 Australia 一样。所以在印度上，我们那边也是开了一个 manufacturing facility，他们在那边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OK，so nothing to be worried about。同样问题就是我们不需要担心了，是不是？对对，first 因为 time 我 for 们要 everything 嘛，对不对？ 我们要 achieve the economic of scale 啦。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另外一个 market， 就是你们的欧洲滚速市场，因为你们说 Poland 是其中一个很 key 一个很重要的市场，给你们进入欧洲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 latest quarter 呢，我们可以看到在 Poland 的这个 revenue 是多少？ So 我们之前呢，其实已经是有进 Poland 了，不过那个其实是一个single customer 来的，他也是这个美国公司的一个OEM producer。 OK， 对，所以他也是我们的这个美国公司来找我们讲，他要多一个 supply from Europe， 所以我们就帮他 identify 了这个 model 给他。所以到一个时期后呢，就突然间有这个Middle East conflict， 所以因为这样那个 supply chain issue， 他们就觉得他们还是要回去菲律宾。and focus on that and play safe on that for OK 的。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选择 Poland 呢？就是因为我们在 Poland 有参加过很多这个trade show 跟 exhibition，and 在 Poland 自己本身呢，就已经有一个大概40到50家顾客 that we can target 啦。所以为什么在这个 Western country 呢？因为在这个 Western country 呢，他们的要求也是会比较相当的高，比较相当的特别。而且他们的这个 government requirement 也是相当的 strict， 所以这些是我们很喜欢的 challenge， 因为这个会 raise the barrier of entry for 我们的 competitor to come in to 跟我们竞争。所以你们会 continue 去耕耘欧洲波兰这个市场了，对，是不是？而且这个月我们刚刚跟一个 individual sign 一个合同，他会帮我们在那边开市场。Alright，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战争这些情况 like too many uncertainties， 太多不确定性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计划，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动呢？我们 try to not to lose 我们的 focus by all this external noise 啦，因为在我们的市场上呢，我们只要是 laser focus on what we want to do，so 我们的顾客呢还是很相当的对我们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给他们的原料是 very consistent， OK， 都没有变过，10年里面都是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一样拿到，而且他们有新的东西他们需要，
他们来我们这边呢，他们也是得到他们要新的东西。所以你们现在的 main priority 是什么呢？就是 among 现在的这个 war landscape 之下，你们的 main priority 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因为有些我们的竞争者呢，他们会有这个 supply constraint。Whereas 我们跟我们的 supplier 已经有一个 agreement， 也是相当，因为我们的 cooperation 很 close， 他也是会 prioritize 我们 to supply to 我们的这些顾客。所以其实这个this war that is happening 在这个 Middle East 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不错的。Threat wise 看来 war 不会对你们造成很大的这个威胁啦，是不是？But I'm sure that there will be one， 就是你们是会比较cautious about 的，就是 say 未来3到5年内你们最大的一个 threat 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预见的最大的一个 threat 是什么呢？未来3到5年内，我相信可能是那个时间跟那个 manpower to grow 我们的 business， 因为我们有那个 plan to grow a certain size，but then 可能在这个时间里面呢，要找到的那个资金跟那个有那些highly trained individual to join 我们的公司 to grow this company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challenge。But then even with that said， 我相信我们现在在这个10年里面的这个 business direction 都蛮 stable and it's proven time and again 都一次的这样成功。对。所以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的那个 manpower 这个很难找到合适的了，对不对？对。OK， 好，其实你们就是你刚刚说到这些 threat， 你们有采取什么方法去应对去 tackle 这种 threat 吗？就是这种问题，这种 manpower 的问题呢，很难控制。很难控制，因为我们这个 industry 也是比较 niche 的一个 industry， 所以我们在本地里面呢，我们有尽量的跟这些 local university 合作，给他们的学生多了解我们这个 industry， so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我们会有比较多有兴趣这个 industry 的 student 出来。好，最后一个问题啦。14 cents 的一个股价跌到太厉害了，所以最后你有什么东西就是要跟投资者说的？不用担心吗？还是怎么样 ？OK，Any message？ So in this 10 years 啦，我们都已经是一个很 high growth 的一个 company。And 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公司呢，其实还是很年轻的。我们的 management team 呢 ，apart from 我们的CEO， 我们都是一个 very young and energetic team。我们的 succession planning is there, is very strong. And 我相信在 in terms of 这个股价呢，目前这个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not control. But then 我们能给的就是我们的 dividend policy 呢，如果我们的茶叶那边有那个能力呢，我们是会发上 up to 50% of dividend of our of 我们的 profit。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个investor 可以多关注我们。好，非常感谢 Edward 你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也希望你们未来能越做越好。好，谢谢。好，谢谢你 Edward。那不知道你们听了嘉宾的分享之后呢，有什么看法呢？你们有没有投资这一家公司，都可以在留言处和我交流啊。那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什么上市公司的分析的话呢，也能在留言处告诉我，我看看能不能帮忙安排啦。那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呢就能观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了。感谢你们支持，我们再见。